爷爷替我定了一门亲，是我们当地的首富赵家。我们两家订了婚书，按了血印。可爷爷过世后，赵家却悔婚了。我妈问我，打算怎么讨回公道？我弯了弯唇角，找个更有钱的，藐视他。我妈愣了愣，比赵家还有钱，怕是不好找。我转了转捏在指尖的铜钱，放心吧，他在来的路上了。我是左慈的后人，就是太平广集里飞升成仙的那个左慈。爷爷本打算把左氏道法传给我爸，结果我爸福薄过世的早，于是他打破了祖宗定下的传男不传女的规矩。都21世纪了，男女平等，我们左家也该顺应时代大势。于是我成了左氏道法的第182代传人。快晌午的时候，我妈正起锅烧油做辣子鸡，这时只听见隔壁的二壮大声喊：“左灵，快开门，你家来贵客了。”我刚打开门，就听见外面一声汽车的轰鸣，一辆加长的劳斯堪堪地停在了我家院门外。一个贵气十足的中年男子从车里走了出来，身后还跟着2个戴墨镜的保镖。我抬眼打量了他一下，这位大叔天生受祖荫庇佑，且富且贵，福禄双全。不过他的子女宫却被一条黑线生生地截成了2半，这是吉凶的煞，让人断子绝孙的乌墨煞。他嘴角硬扯出一丝笑意：“这位姑娘，我想找悟隐真人左峰道长。”他不在，是外出云游了，不是过世了。中年男子脸色一下变得惨白，趔趄了2下。他的保镖连忙上前架住他：“那我儿可怎么办？我就他这一个独子啊！”他声音里带着哭腔。我叹了口气，虽说我爷爷故去了，不过到底还有我这个孙女不是？他苍白的脸恢复了几分颜色：“你也会道法？马马虎虎吧？”我指了指他的劳斯：“把你儿子抬出来吧。”他愣了一下，很快回过神儿：“你们2个赶快把少泽抬下来。”很快，2个保镖合力从车上抬下了一个年轻男子。这男子面色惨白，印堂发黑，眼眶发黑，唇角也发黑，就剩一口气吊着了。最震撼的是，他坐在一个小叶子檀木做成的大盆子里，盆里面装满香灰，他整个身体陷在香灰里，将将露出来一个脑袋。“左灵姑娘，这是我儿子白少泽。”我竖了竖拇指，不愧是京城首富，好，的确是好。这小叶子檀木做成了盆子，怎么也得8位数以上了。中年男子眼露惊喜：“左姑娘竟认得我？”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晃了晃：“白荣天先生，您可是财经网的常客。我们村虽然偏僻，可也铺了网线。我叫他们把白少泽抬到了南屋。”我妈凑到前面，搓了搓手：“来者是客，我的辣子鸡也熟了，不如一起吃顿便饭。”白荣天连连摆手：“大嫂子，我哪有心情吃饭呀？”他又看向我：“左灵姑娘，你有把握就得了我儿吗？”我把玩着手里的铜钱儿：“白先生，我既然把他留下了，就一定会还你一个活蹦乱跳的儿子。”白荣天连连点头：“我相信左灵姑娘，只要能救得了少泽，酬劳随便开。”我眨了眨眼：“这酬劳嘛，先记账上，3日后你们来接白少泽，大发走。”白荣天，我先到厨房盛了碗米饭，就着辣子鸡美美的开吃。我妈在旁边皱着眉：“我看那个白少泽气若游丝，就这么扔那南屋里能行？”我一边嚼着辣子鸡，一边含混着说：“放心吧，他那木盆子里的香灰是从佛寺里供奉佛祖的香炉里收集来的，那么多的香灰护体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”吃饱喝足后，我来到南屋。其实把白少泽放到南屋也是有讲究的，北方水，南方火，魑魅魍魉最怕的就是火。我凑近了那个木盆，用手轻轻地摸索着，这可都是上好的小叶紫檀，一串手串儿都要卖个1800块。啧，这白荣天可真是冤大头，恐怕是上了哪个方士的当，用的是香灰。这木盆用什么木头，其实也没啥差别。左灵，我猛一抬头，对上白少泽微眯的眼睛，别说这双眼还挺好看，标准的凤眼。你能说话了。我拍了拍手，
这南屋的风水就是好。我话还没说完，白少泽病恹恹的又垂下了头，他的脖颈处有一个透明的影子探出来，朝我吹了口凉气，冷飕飕的。我立马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嘿，这小鬼还敢炸刺，向我宣战！我腾一股火上来，本来打算晚上再收你，既然你这么嚣张，那就别怪姑奶奶我不客气了。我快速地关上了南屋的门窗，用力一扯墙上的挂绳，黑色的布幔唰地降下来，遮住了透光的窗户。刹那间，屋里漆黑一片。我围着白少泽的木盆点燃了9根蜡烛，随着烛火的跳动，白少泽的头顶渐渐浮出一团黑雾。我拔出桃木剑，开始舞动唱咒。白少泽突然睁大了眼，额头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，颤抖的声音从他口中溢出：“疼，太疼了。”我顿了顿，那个白少泽，你忍一忍，忍不了，哭一哭，我也不介意。他咬了咬牙，不再吭声。我明白他现在忍受的痛苦有多大。我左手舞剑，右手给他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。他默默地闭上眼，脸色更加苍白。桃木剑在我手中飞舞，口中的驱魔咒也越念越快。白少泽头顶的黑雾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暗。那黑雾在脱离白少泽身体的瞬间，白少泽大吼一声，疼晕了过去。黑雾在空中聚拢，隐隐地幻化出一个婴儿的轮廓。他在空中扭来扭去，龇牙咧嘴地冲着白少泽扑过去，想要再次进入他的体内。我眼疾手快地掏出一张符篆，拍在白少泽的脑门上。他扑了几次都没成功。我不屑地望着他，他挥动着小手，暴怒异常地向我冲过来。我拿出一枚五帝钱，弹到空中，那五帝钱在空中疯狂地旋转，发出嗡嗡的声响。我伸出食指和中指，指向五帝钱，说了一声“收”，那五帝钱便闪出赤红的火焰，朝那团黑雾扑过去。顷刻间，那团黑雾变成一团白雾，白雾中的婴儿变得越来越透明。他吧唧着小嘴儿，冲我嘿嘿一笑，向地上扎去。呵，还会遁地，没想到还是个三破鬼，有点本事。俗话说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我这个人心地善良，自然对鬼也愿意网开一面，何况还是个小鬼。我打算寻个天干地支相生的三破日，祝他早日超生。白少泽的体内没了邪秽作怪，精神好了许多。我把他带到我的屋里，让他躺在我的床上好好休息。他有些不好意思，我住客房就好。我拍了拍他的肩，千万别跟我客气。我的屋里布了风水阵，那小鬼进不来。你阳气虚，在这儿比较安全。他嗖一下子坐了起来，面带恐慌。那小鬼没死，他还要找我。这时我妈推门进来，手里端着一碗药。左灵，药熬好了，让少泽赶紧趁热喝吧。我接过来，闻了闻，白少泽，看我妈对你多好，药里特意多加了一钱野山参。我妈在旁边呵呵直乐，主要是少泽太招人喜欢了，长得就和电视里的那些明星似的。我翻了翻白眼儿，果然家族遗传，我们母女俩都是颜控。我把药碗递给白少泽，一口气把它喝了。为什么要一口气？因为有点苦，怕你换口气会喝不下去。白少泽皱了皱眉，捏住鼻子，一口气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。都是温补的药，哪有左灵说的那么苦？我妈边说边拿出一颗酥糖放到白少泽手里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去做晚饭。白少泽眼巴巴地望着我，那小鬼，我轻轻地笑了一下。你也说了，他已经是鬼了，还怎么死？他的下一条路，要么魂飞魄散，要么投胎转世。是啊，投胎转世多好，为什么要上我的身，祸害我？我打开百宝箱，拿出一个手镯，这是桃木做的乾坤镯，上面刻着我们左氏的独门法咒。你把它戴上，那小鬼就再也上不了你的身。白少泽接过镯子，往手上套，好像有点小，那换一只又大了。没关系。还有，白少泽在试了不下10个手镯以后，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圈口。我怀疑你在搞批发，我干的就是这行，就像你们家卖珠宝，
那展柜里总不能只放着一条项链吧？有道理。3天后，白荣天如约来接白少泽。经过我的调理，白少泽已经恢复了往日的风神俊朗，帅气的让人移不开眼。白荣天激动得眼含泪花。左灵姑娘，想要什么报酬，尽管提。我笑了笑，既然白先生这么说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那个小叶紫檀木盆就留给我吧。白荣天愣了一下，就这？我点点头，就这，送走白家父子。我妈恨铁不成钢的用筷子敲了一下我的头，不是说找个更有钱的，藐视赵家吗？就这么放走了？我眨了眨眼，我总不能说酬劳就是让你儿子娶了我吧？那吃相也太难看了。我妈抽了抽嘴角，怎么，你心里又有什么盘算？我狡黠一笑，放心吧，妈，咱们安心等着，不出10天，白少泽就会登门求着我跟他去京城。我妈乐了，我闺女是放长线钓大鱼，从我说了以后，我妈没事就在村头翘首以盼。等到第8天，白少泽来了，他穿着一件卡其色的高定风衣，配上他高挑笔直的身材，任哪个女人见了都禁不住春心荡漾。左灵，我爸出事了。白少泽一脸焦虑，我妈又开始起锅烧油，做辣子鸡。我搬了2把板凳，和他坐在院子里，说说吧，出了什么事儿？他有些吞吞吐吐。我爸看上了一个女人，非要结婚。我单手托着腮，我看过你爸的面相，他的夫妻宫2线齐眉，这是典型的2妻之相，他注定是要有2个妻子的。你作为儿子也要理解。可这个女人很诡异，我觉得不正常。她急着打断了我的话。你觉得她哪里不正常？她的眼神，无论看我还是看我爸，都透着一股寒意。还有，白少泽摸了摸她手腕上的桃木镯，我一靠近那个女人，这个镯子就会隐隐发烫，桃木镯都发烫了，看来这是不小。我起身到里屋，快速拿上我的百宝箱，对着白少泽喊道：事不宜迟，我同你去趟京城。厨房里传出我妈的声音：都别急，不差这一会儿，辣子鸡出锅了，吃了饭再走。我坐上白少泽的宾利，风驰电掣地向京都驶去。一路上，白少泽一会儿皱下眉头，一会儿又习惯性地摸摸手上的镯子，他这是心有余悸了。我默默地拍了拍他的手，不要担心，一切有我。他反手把我的手紧紧握在了他的掌心里，他的手宽大又温暖，我双颊发烫，心扑扑跳得厉害，这大概就是心动的感觉吧。到了京都，我不仅见识到大都市的繁华，也见识到了白家的实力。坐在车里，看着沿途的风景，随处可见的都是白家的楼盘、超市、珠宝行。站在白家的别墅前，我有些愣怔，这么土豪，这么大，这不应该叫别墅，应该叫庄园。我把自己带入到了言情小说里的灰姑娘，眯着眼陷入自己的幻想。左灵，咱们进去吧。白少泽见我不动，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，我醒了醒神，尴尬一笑：好，我要好好参观参观你家的园子。俗话说一命2运3风水，无论到哪里，我都习惯先勘察周围的风水。白家整片园子的格局，一看就是经高人指点布局的，8门8卫组成了青龙飞天阁。这个格局需要一个阵眼，而这个阵眼应该就是院子正东方的那个池塘。我快步走过去，来到池塘跟前细细观察，池塘里的水应该是经常更换，很是清澈。忽然池塘里好像有亮光闪过，晃了一下我的眼。我认真地搜寻着塘底，寻找那光线的来源。这时一群鱼游过，刚刚被群鱼遮挡的地方，一个圆形的镜子呈现在我面前。这个镜子是球体的，由多个玻璃碎片拼接而成。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，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，太阳的余晖照入池塘，光线被球镜反射，形成了一个血盆照镜的煞局。这个煞局坏掉了整个园子的风水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怕是过不了多久，白家不仅会生意受阻，还会遭受血光之灾。左灵，你是看出什么来了吗？一旁的白少泽面带疑问。我皱了皱眉，
闭上眼睛，伸手掐了个诀，再睁眼，发现这园子上空隐隐有一股黑气。这黑气似雾非雾，凝而不乱，聚而不散。这恰恰说明白家定有邪祟，尤其以园子最中央、最大的那个别墅上空飘出来的黑气最浓。这是谁在住？我指着别墅问白少泽，他很聪明，瞬间品出我话里话外的意思了。我爸。他身体一抖，回答道：“那你现在就带我去拜会白伯父。”白荣天一见到我，满脸带笑地迎上来：“今天是贵客登门啊！”我说我的左眼老是跳，原来是左灵姑娘要来。我弯了弯唇角：“白伯父，听少泽说你要大喜临门了，我特意来凑热闹。”“是啊，是啊，少泽他妈过世的早，我好不容易才遇到个中意的，这也算是天赐良缘了。”白少泽挠着脸：“他人呢？不是天天在咱们家里转悠，这会儿怎么不见了？”白荣天指了指楼上：“你赵姨正在楼上化妆。”白少泽眉头一皱：“天都快黑了，化什么妆？白哥，是有贵客上门了吗？”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从楼上沿着楼梯缓缓地走下来，她身段婀娜，气质优雅，一头微卷的长发披在肩上。白荣天急忙迎了上去，他挽住白荣天的胳膊，看向我：“少泽，这位漂亮的美女是你的女朋友吧？”还没等白少泽回话，白荣天就呵呵笑道：“倏然呀，她可大名鼎鼎左峰道长的孙女左灵姑娘。”我轻轻地笑着，眼睛却紧紧地盯着赵倏然的脸。她的五官精致，相貌出众，尤其是一双杏核眼，又大又圆。可她的眼神却不对，我看不到她眼中的焦距。活人哪有这样的眼？这明明是一对死人的眼。不知赵姐是哪里的人？听口音很有几分我们云城的味道。我看着她的眼睛，悠悠地问道。赵倏然勾着唇角，做出有些兴奋的样子。那可太巧了，我就是云城的人。我走近了2步，拉起她的手。怪不得我看赵姐面善得很，原来咱们是老乡，真是他乡遇故知，有缘得很。她不着痕迹地把手抽回。是啊是啊，真是有缘呢。我借故去厕所，打开浴霸，认真地看着刚刚和赵倏然握手时粘在我手上的东西。很像平常化妆用的粉底液，可凑到鼻前仔细的闻，隐隐约约有一股湿气。我惊了一下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湿脂膏？这种东西我也是第一次见。听爷爷说，这是用千年不腐的老湿和水银炼化而成，可以改面这湿斑。我面色沉重地走出厕所。怎么样？你看有什么不对吗？白少泽等在门外，急切地问。我表情凝重地让他看了一眼我的手机，百度百科里弹出赵倏然的信息，她是赵氏集团的千金，赵淑明的妹妹。再往下看2个大字写得清清楚楚，已是赵氏，就是云城的首富赵家，也是和我悔婚的那个赵家。白少泽对着手机看了半天，可这图片上的赵倏然和我家这个赵倏然长得并不像一个人呐。我猜测，她是一只化了妆的皮尸，掩盖了原本的气息和容貌。什么皮尸？白少泽满脸的惊讶和恐慌。怎么这些邪祟都往我家钻？我一脸凝重。看来我们必须得去赵家一趟了。在去赵家之前，我让白少泽先带我去了趟服装店。看着那衣服上的标签，我狠狠地咬了咬牙。小姐姐，我试试这件。这是一件水蓝色的连衣裙，里面是真丝缎面，外面配着一层薄纱，穿上身很是仙气。我从试衣间出来以后，白少泽直勾勾地盯着我看，眼里充满了惊喜。左灵，你可真好看！旁边的服务员忙不迭地夸赞。左小姐真是自带一股仙气，给这件衣服增色了。我嫣然一笑，转头对服务员说道：“小姐姐好会夸人，我就要这件了。”白少泽反应真快，抢先一步付了款，上了车。白少泽忍不住好奇，怎么去趟赵家还穿得这么隆重？因为赵子涵是我的未婚夫。什么？当然，现在不是了，我被赵家退了婚。白少泽松了一口气，他赵家比我们白家差远了，他连财富榜的边儿都沾不上。我认同的点点头。
所以白少泽，我还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尽管说，不管是能力内还是能力外，我都赴汤蹈火，全力以赴。我咽了咽口水，你冒充下我的男朋友。白少泽猛地刹了下车，太乐意了，保证让你赚足面子。赵家住在云城郊区最高端的一个别墅区，房子很大很漂亮，但比起白家就不够看了。赵氏的当家人赵书明出差了，接待我们的是差点成了我老公的赵子涵。赵子涵见到我，一脸的不可思议：“你居然这么漂亮，我以为你是穿着灰袍子的道姑呢。”白少泽在一旁挑了挑眉：“这正说明你是个没福气的，配不上我们家左灵。”赵子涵拉下脸：“你是哪位？”白少泽一把拦住我的肩：“我是她男朋友。”赵子涵扶了扶鼻梁上的金丝框眼镜：“现在是，以后可不好说。”我轻轻一笑：“好说得很，他是我认定的人，认定了就是一生一世。”白少泽受到我的鼓励，一脸骄傲地看着赵子涵。赵子涵叹了叹气：“左小姐，不知你来是有什么事？”我敛起笑容，一本正经地问：“我来找赵舒然。”“什么？你找我小姨？可她已经死了20年了。”我和白少泽对望了一眼，白少泽不自觉地摸了摸手腕上的桃木镯：“我能不能看看你小姨的房间？”“能倒是能，不过是出什么事了吗？”我耸耸肩，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没想到赵家居然还一直给赵舒然保留着一个房间，用来存放他生前的物品，这倒是个意外之喜。他的房间在别墅的3楼，赵子涵用钥匙打开门，里面很干净，一看就是经常有人打扫清洁。看来赵舒然的母亲很疼他这个妹妹。突然，天花板的吊灯忽明忽灭，黄色的灯泡滋啦作响，估计是电路接触不良。回头我让电工修一修。我抬眸看去，一个小鬼正骑在吊灯上，拧着灯泡玩，而这小鬼正是当初附身在白少泽身上的那只。我无奈地笑了下，这小鬼真是淘气。白少泽和赵子涵不约而同地看向我，显然他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我决定不告诉他们，免得吓到他们。小鬼飘下吊灯，想靠近我，被我瞪了一眼，僵在空中。他好像认出了我，小眉头皱成一团，转身就跑。我没阻止，他应该是找他妈妈去了。如果没猜错，他妈妈应该就是赵舒然。那女皮尸似乎和白家颇有些因果，而且还是恶因。我转头看向赵子涵：“你方便和我说说，你小姨是怎么过世的吗？”赵子涵顿了顿：“其实我知道的也并不多，只知道当年她爱上了一个男人，并且怀了孕。可是那个男人最后却抛弃了她，娶了别人。后来她在去找那个男人的路上，被车撞死了。痴心女子遇渣男，经典的虐恋桥段。”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白少泽，他急忙摆手：“我爸跟我妈是青梅竹马，年轻时绝没有什么风流韵事。”这时白少泽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接听完后，他面色大变地看向我：“我爸要把白家100分号的股份赠与赵舒然，怎么办？”我直接拉起他的胳膊：“我们赶紧回去阻止他。”后面传来赵子涵的声音：“你们说的是哪个赵舒然？我怎么听不懂？”我回了下头：“不懂就对了，不要陷入没必要的因果。”我和白少泽返回京城后，悄悄地探回庄园，来到白荣天居住的那幢别墅下。我牵着白少泽的手，紧贴着墙壁。2楼卧室的灯亮着，想必白荣天还没休息。白少泽问：“我们要不要直接上去？”我摇摇头，嘱咐他：“你留在这里，别出声，我去瞧瞧。”我摸不清了皮尸的实力，我怕白少泽受到伤害。那你怎么上去？我朝他笑了笑，伸手寻了个着力点，一拍一跳间，瞬间登上了2楼的平台。我站在平台上，朝屋里望去，这是大落地窗，也没挡窗帘。我隔着窗户，把里面看得一清二楚，里面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。白荣天蜷缩在赵舒然的怀里，正用奶瓶喝着奶。赵舒然拍着他的背，嘴里不停地说着：“真乖，宝真乖。”白荣天一边喝着奶，一边发出颇为享受的呜咽声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聚拢视线看向那奶瓶，
那奶瓶里的奶由白色渐渐地转成淡红色。我心里暗道不妙，这奶里加了尸血，白荣天喝了以后，思想会完全被赵舒然操控。我默默念咒，随着体内道法不断提升，我这才发现白荣天的后背上若隐若现地趴着东西，是一个婴儿，却不是当初附身到白少泽身上的那个。我心下大惊，难道赵舒然当初怀的是双胞胎？一时三煞，凶中之凶。这时一阵轻微的动静打断了我思路，扭头一瞧，是白少泽，他竟费劲巴拉地往2楼爬。这小子怀里还揣着一个不知在哪里捡来的砖头。我无奈之余蹲下身拽了他一把，不是让你在下面等着吗？我轻声质问。他喘着气，脸色微红。我不放心你。虽然他有可能会帮到忙，但我心里还是甜甜的。我拽了拽白少泽的袖口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不管看到什么都不许出声。白少泽点头说好。可当他透过窗户看向里面时，瞬间就忘了答应过我的话。他红着眼睛，拿起手上的砖头狠狠地砸向窗户上的玻璃，边砸边喊：赵舒然，你这个妖女，赶快放开我爸！砰砰几下，窗玻璃就全碎了。他纵身一跃，我紧随着，我俩直接来到屋里。白少泽没等站稳脚，就直接扬起砖头朝着赵舒然扔了过去。赵舒然嘲讽一笑，抬拳对向那砖头，瞬间砖头变成了粉机。我心下大骇，这赵舒然以断了自己的轮回路为代价，练成皮尸。皮尸不惧光，不畏火。白少泽紧张了，你到底和我们白家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你想要什么？赵舒然面露凶光，我想要你们全家的命。他的手直接掐住了白荣天的脖子。白少泽大喊一声：不要！我向前一步，挡在白少泽的前面，冷冷地问：当初对不起你的那个男人是谁？你居然要牵连这么多无辜！赵舒然哈哈一笑：怎么，想听故事？记住了，好奇害死猫。我快速拿出一张符箓，朝赵舒然的手弹飞过去。赵舒然猛然松了手，他手上的皮被符箓打下了一小块，露出一块泛黑的尸斑。白荣天急喘了几口气，软软地倒在了地上。我拿出一张符纸和一个药丸，塞到白少泽的手里，赶快把符纸贴在你爸胸口，再把药丸给他服下。白少泽顾不得害怕，飞奔向他爸，可没跑2步，空中骤然腾起2团黑雾。那2团黑雾幻化成2个婴儿，龇牙咧嘴向白少泽扑过去。白少泽下意识地抬起手阻挡，其中一个鬼婴的头碰到了他手上的桃木镯，哔咔一声，就像触到火炭一样，他的额头冒出一缕白烟。另一个鬼婴见状，绕到了白少泽的背后，张口向他的脖子咬下去，可他的嘴碰到的却是我刚刚拔出的桃木剑。他的嘴被烫得白烟四起，五官皱成一团。乖儿子们，快到妈妈身边！赵舒然尖叫着。那2团黑雾离开白少泽，飞到了赵舒然的肩膀上，一左一右，像2个护法。赵舒然用力嘶吼，嘴里喷出一团腥臭的黑气，那黑气很快变成一丝丝的，像一个个短小的线头，绕着我的桃木剑不停地旋转。我的桃木剑竟像被压了1000斤重的石头，挥舞不得。赵舒然得意地笑着，向我缓缓走过来。他肩上的2个鬼婴也发出咯咯的笑声，回荡在黑夜，格外瘆人。我干脆放弃桃木剑，单手捏了个诀，向他打过去。他依然笑着，脚步不停地向我靠近。我默默地后退到窗户，翻身而下。他也猛追着我，跳了下来。我心里暗暗地松了口气，我必须把他引出来，给白少泽争取时间救治他父亲。如果救治的不及时，湿气侵入了他的5脏6腑，他就必死无疑。我边打边跑，不知不觉来到了东边的池塘。赵舒然从我身边掠过，疼得跃入了池塘里。我心里暗道不妙，果然他从水里翻涌了几个滚子，而后直直地飞出水面。此刻的他洗掉了一身的尸脂膏，露出了本来的面目，浑身上下遍布着密密麻麻的尸斑，黑色的指甲足有1尺长，
每块石板里都飘散出浓浓的黑气。我心中越来越不安，直接拿出了大五帝钱。这大五帝钱比普通的五帝钱要厉害1000倍。我把5枚大五帝钱朝着赵舒然扬过去，5枚五帝钱在空中包围了赵舒然。我一刻不停地念着除魔咒，那五帝钱感应到我的咒语，发出嗡嗡的轰鸣。我大喊了一句“收”，五帝钱便直直地冲着赵舒然的命门打了过去。赵舒然猛地拽下肩上的2个鬼影，护住了他的前后命门。2个鬼影瞬间被五帝钱打中，一阵鬼哭狼嚎后，2团黑雾逐渐散开，直到消失。你居然为了保命，牺牲了自己的2个孩子！一道尖细的女声从空中传来：“一个负心汉的孩子，就该魂飞魄散。”话音刚落，他就快速向我扑过来，长长的指甲刺中我的心脏。幸亏我带着护心镜，才不至于死在他的利甲下。可我喉头还是涌起了一股腥甜，我使劲地握了下拳，生生地把要喷出的鲜血咽了下去。我把剩下的符箓全部抛了出去。这时白少泽气喘吁吁地跑到我的身边：“你怎么来了？我担心你。你有没有睡过女人？”“没有。”我盯着他的眼睛。“真的？”他举起右手。我保证。我从怀里拿出我祖传的宝贝雷击木。这雷击木可除一切魑魅魍魉，只不过需要童男童女的鲜血才能发挥到最大的作用。我拉起白少泽的手，低头咬住他的指头，一用力，他的手指涌出鲜血。我按着他的手指头，把血抹在雷击木上，又快速地咬破了自己的手指，同样把血抹在上面。阴阳血融合，雷击木由内而外散发着暗红的光，它已经被激发出最大的能量。我用力地将雷击木抛向赵舒然，那雷击木直接穿透了赵舒然的皮肤，进入他的体内。赵舒让剧烈扭动的身体，痛苦地嘶吼着。雷击木在他体内散发着万千雷电的能量，很快他的身体燃烧了起来。他哭喊着：“白荣江，你这个负心汉！我诅咒你们白家子孙后代皆不得善终！”我听着他的咒骂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他最终被雷击木烧得烟消云散。白荣天醒后，我不加遮掩地问道：“白荣江是谁？”白荣天深深地叹了口气：“他是我弟弟。”白少则在一边插话：“那他岂不是我叔叔？我怎么从没见过他？他在你没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。当年他脚踏2只船，一边和市长的千金谈着恋爱，一边又搞大了一个打工妹的肚子。直到他和市长千金订了婚，才发现根本甩不掉那个打工妹，于是恶向胆边生，找人设计撞死了那个打工妹。我父亲一怒之下把他逐出家门，结果当天夜里他就出了车祸，死在当初撞死打工妹的那条路上。”白荣天说完，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。我是真没想到，赵舒然就是那个打工妹，还是一个化作厉鬼的皮尸。白少则低着头，没想到我还有个这样的叔叔，不知道赵舒然的诅咒会不会成真。我个人有个人的因果，白荣江自己种的因，自己受了果。而赵舒然呢，他能毫不犹豫地牺牲掉自己的孩子，说明他做人做事也向来不留余地。他断了3个人的轮回路，又何尝不是苦果？我回家后的第2天，白少泽就追了过来。他拿着1摞房产证和1沓银行卡，这是我个人名下全部的财产，都给你。我挑眉，这么大礼？他单膝跪地，这是我的诚意。左灵，你嫁给我吧，我现在一刻都离不开你，没有你我就没有安全感。我眨着眼，我这样的人总和鬼怪打交道，和我在一起，你就没有安生日子了。他目光坚定：“我不怕，雷击木里有我的血。”哦，我差点忘了，祖传的法器融了他的血，他就是我命定的男人。我妈从厨房冲进来：“你赶紧答应他，辣子鸡出锅了，赶紧出来趁热吃。”我把白少泽扶起来，对他展颜一笑，紧紧握住了他的手。第1个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不要走开，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。我是厂长家报错的真千金，按照规定，我只要能在厂里上班，就不用下乡。
可我去了招工办才得知，家里唯一的工作名额已经给了贾千金。我正要去问我的厂长爸爸，贾千金却拿着一沓粮票向我炫耀，这是爸怕我不够用，特意攒下来给我的。我看着那些粮票，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家里明明不缺钱，饭桌上却经常没有菜。我转身出去，决定假死。下乡可以，但我不去他们给我安排的地方，而是要去西北，去建设祖国大好河山。以后你就是全新的一个人了。我接过证明回家，推门的一瞬间就闻到鸡腿的香气。顾红雪正在擦她那糊满油的嘴，见我进来，挑衅地看我一眼，我只当没看到，拿着证明要往房间去。爸爸正好也回来，看到我眉头一皱。我已经跟你说过，你找谁都没用，进厂的名额只有一个。你从小在农村长大，能干农活，但红雪不一样，她从小身体不好，吃不了苦。年轻人上山下乡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你下乡的地方就是你养母的村子，你去了以后有人照顾，你妈也可以经常给你寄东西，说不定还能去看你。你不要再不识好歹。我看着满脸怒容的爸爸，笑了。既然下乡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为什么顾红雪不去？我从小在农村长大，难道不是因为顾红雪的妈妈把我们调包了，指望她照顾我？她不把我打死，就算我命大。但我不想和爸爸争辩，不管他怎么想，2天后我都要死了，和这个家再也不会有任何关系。顾红雪擦完嘴，得意地过来挽住我的胳膊。姐姐，你可能不了解，爸虽然是厂长，但也不能因为这点小事违反纪律。你就不要去厂里找别人，让爸爸难堪了。爸爸赞赏地看着顾红雪，还是红雪让我省心，好一出父慈女孝的场景。我冷笑一声，挡住证明上的名字，举起来给他们看上面的下乡证明4个字。我没去厂里，我去知青办领下乡证明了。2天后我会坐火车离开。顾红雪瞬间有些狐疑，真的假的？你昨天还闹得要死要活的不去下乡，别是又在耍什么花招？给我看看。他伸手就要抢我的证明，我把手背到后面，这要是被你弄坏了，我可就下不了乡，只能留在家里了。顾红雪像是被这句话吓到，没再伸手。爸爸宠爱地说了他一句：“别影响你姐姐下乡。”他又清了一下嗓子，严肃地看向我：“你能想通，我很欣慰。去到那边后，要团结向上，吃苦耐劳。”我淡然点头，回到房间，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。我的行李并不多。回来后，妈妈说家里没有布票，买不了衣服。但第2天，我就看到顾红雪穿了新裙子。不过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。我妈撒着证明上的新名字，既然这个家里没有我的容身之地，那就好好成为一个全新的人，去建设西北吧。吃饭的时候，饭桌上难得的出现几盘肉菜。要知道，平时他们都说家里没粮票，舍不得买肉的。一向严厉的妈妈居然主动给我加了1块肉。听你爸说，你是2天后的火车。我点点头，有些受宠若惊。明天带你去买点东西，你带上。妈妈突然话锋一转，全当是你的嫁妆。我正在夹菜的筷子一下顿住。嫁妆？妈妈神色未变。你年纪不小了，我托你养母在乡下给你找了个男人，你就嫁了吧。我呼吸一滞，他们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。下乡后嫁到村里，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一辈子不用回来，顾红雪也可以自然而然的以养女的身份常驻家里照顾他们。我还没说话，爸爸开口了：“你虽然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但毕竟在农村长大，嫁到农村最合适，嫁妆少不了的。你带着嫁妆以后也好在夫家立足。顾厂长这么要面子的人，我信他不会少了我的嫁妆。只是我2天后就要死了，要嫁妆也没什么用。”但我还是点点头。好，见我如此配合，妈妈笑了，眼神里难得有些不舍。你结婚前记得给家里写封信，我和你爸要是有时间就去参加你的婚礼。我依旧点了点头。这还是第1次，我们一家人在饭桌上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饭。
3年前我刚来那天，顾红雪从外面回来，看到我在家里，气得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闹绝食。爸妈在她房间门口哄了半天，最后他们3个人去国营饭店吃饭。没有人记得我从乡下坐火车过来，饿了一天肚子。吃完饭，爸妈罕见的没让我去洗碗。我和顾红雪有了同样的待遇，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但顾红雪却回了房间。片刻后，房间里响起她的尖叫声：“我项链怎么没了？”她哭着从房间跑出来质问我：“姐姐，是不是你拿了我的项链？你就把项链还给我吧，那是姥姥临终前送我的，对我真的很重要。”我愣住了，我知道那条项链，顾红雪向我炫耀过无数次。但我不可能拿她的项链，我当即否认，我没拿。顾红雪却哭得更大声：“我知道你一直恨我抢了爸妈，可是姥姥她亲手带大我，在你回来之前就去世了，她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我可以替你下乡，可以把爸妈都还给你，只要你把项链还给我。”她说着就要给我跪下，我后退一步，正要说话，爸爸冲过来对着我就是一巴掌。我还以为你想通了，原来都是装的。你把红雪的项链交出来。我捂着脸，我说了，我没有拿她的项链。顾红雪哭得几乎要断气，她跑进我的房间，拿出我收拾的行李就往地上倒。就在倒出我可怜的几件衣服后，一条项链掉了出来，金光闪闪的，就是顾红雪那条。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爸爸看到项链更加生气，抬手又是狠狠的一巴掌。现在项链都搜出来了，你还有什么狡辩的？我被打得跌坐在地，爸爸还是不满意，他看向妈妈，把鸡毛掸子拿过来。妈妈把鸡毛掸子递给他，他愤怒地抽我：“你竟然敢偷东西，简直不配当我顾建军的女儿！都说了要给你准备嫁妆，你居然这么不知足，还要偷红雪的项链！”鸡毛掸子一下一下抽在我的背上，好疼！我的眼泪涌出来。但我拼命忍耐，模糊的双眼里，我看到顾红雪笑得越发得意。你认不认错？爸爸又狠狠地抽我，我咬牙不说话。他更是生气，我今天就打死你！我让你偷东西，我让你偷东西！这是爸爸第2次用鸡毛掸子打我，第1次是我刚回来的时候。顾红雪偷偷摔破了她珍藏的好酒，嫁祸给我。顾红雪3言2语，她就相信了。这一招到现在还是那么好用。他又打了我好几下，我实在太疼了，意识逐渐有些模糊。门突然被敲响，爸爸猛踹我一脚：“回你房间去！”我浑身疼得快要散架，艰难地爬回房间，靠在门上大口喘气。只听到外面传来一道声音：“曼曼，我忘记给你介绍信了，是闺蜜来了。”爸爸语气平淡：“曼曼不舒服，先睡了。你把介绍信给我吧。”我心里一惊，扒在门上浑身颤抖，不能让爸爸看到介绍信，他要是看到上面不是我的名字就完了。闺蜜顿了一下才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什么记性，我忘记拿了。”爸爸心里有鬼，没有怀疑。那2天后，他出发前，我带他去找你拿。他这话什么意思？他们要和我一起去火车站。我浑身冰冷，颤抖得更加厉害。把闺蜜打发走后，爸爸果然走到我房间门口：“这2天你别出来了，好好反省。2天后我们一起去拿介绍信，我送你到车站，免得你又出什么幺蛾子。”我心里瞬间凉了半截。他们送我到车站，一看到我要坐的火车，就会发现我要去的根本不是他们给我找的地方。我该怎么办？外面传来他们的聊天声，我却坐立难安，无暇去听。等到夜深人静，爸妈都去休息了，我的门突然被打开，顾红雪走进来，俯视坐在地上的我：“姐姐，你就安心的下乡吧，不要妄想从家里带走1分钱。顾家的钱只能是我的。”原来他设计这一出，只是为了不让我从家里拿到钱。我轻笑一声没说话，顾红雪却被我刺激到，她抬手对着我就是一巴掌，还笑：“你一个农村人，只配一辈子烂在农村。”打完他又狠狠踹了我一脚才出去。我已经痛到没感觉，又坐了一会儿，
看向窗户。原本计划明天晚上再假死，现在只能提前了。我带上我的日记本和一双鞋，又拿上证明，忍着剧痛翻出窗户，到闺蜜家。闺蜜看到我的惨状，差点尖叫出声。我虚弱地靠在她身上，你帮我把鞋和日记本放在河边，伪造成我跳河了好吗？闺蜜连连点头，把我扶进家里躺好。她去帮我放鞋，我再也撑不住，眼睛一闭，沉沉地睡过去。等我再次醒来，却听到外面传来妈妈的哭喊声。妈妈怎么可能会跳河？你肯定把她藏起来了。你平时和她关系最好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说呀说呀，曼曼到底去哪儿了？经过一夜的休息，我恢复了很多，从阳台上出去，绕到外面藏起来。只见爸妈和顾红雪都在，妈妈哭得不成样子，她紧紧抓着闺蜜的胳膊，求求你告诉我吧，曼曼到底在哪儿？我不让她下乡了，你让她回来吧，我给她找城里的工作，她想要什么工作都行。她又去推爸爸，你说话呀！一向对我不苟言笑的爸爸抓了抓头发，也恳切地问闺蜜：“小同志，我知道曼曼生我们气了，你帮我转告，我向她道歉。她想留在家里，我们一辈子养着她。”但闺蜜摇了摇头：“曼曼真的不在我这儿。”但爸爸不听她的，和妈妈一起跑进她家。他们一边找一边喊：“曼曼，你就出来吧！”但闺蜜的家很小，他们什么也没找到。顾红雪上前劝他们：“爸妈，姐姐她应该是真的去世了，我们不要在这儿打扰别人了。”闭嘴！妈妈大声反驳顾红雪：“打捞队还没消息呢。”对，打捞队！妈妈用蛮力推开顾红雪，顾红雪险些摔倒。他们又往外跑，打捞队都没消息，你们凭什么说曼曼死了？她只是藏起来了，他们还没跑走。有人来了，那人看向爸爸，弯腰低头道：“顾厂长，请先不要着急，我们在河里没找到顾小姐，可能是因为凌晨下雨，冲到下游了。”爸爸怔住，妈妈痛心地捂住胸口。那人又说：“不过我们在河边草丛找到了顾小姐的日记本。”爸爸颤抖着手接过日记本，翻开后看了几页，眼泪突然掉在日记本上，渐渐的泣不成声。妈妈夺过日记本，念道：“妹妹又炫耀她的新裙子了。我虽然没有穿过裙子，但能在城里生活就很满足了。酒瓶不是我摔碎的，为什么爸爸就是不信呢？”鸡毛掸子打人好疼，我真的不想回到那个村子，我不想再被他打了。可是爸妈只相信顾红雪，不相信我。妈妈越念哭得越厉害，她抓着日记本扑到爸爸怀中，两人抱在一起痛哭，巨大的痛苦吞噬了他们，他们哭得几乎站不住。顾红雪犹豫地上前：“爸妈，我们先回去等消息吧。”爸爸却突然抬手对着他就是一巴掌：“你这个畜生！”顾红雪捂住脸，难以置信地叫了一声爸。爸爸伸手指着顾红雪：“都怪你，明明是你摔碎的酒瓶，你为什么要嫁祸曼曼？你还骗我们说你亲妈对曼曼很好，我才同意把工作给你，让她下乡。”他眼神里全是愤怒，又狠狠打了顾红雪一巴掌。顾红雪嗫嚅着说：“我没有骗你们，是我亲妈说她舍不得姐姐。”妈妈也冲上去抓住顾红雪，狠狠地打她：“我对你那么好，你却和你亲妈一起欺负我女儿。”顾红雪拼命摇头，眼泪大颗地落下：“我没有，我也是被骗了。妈，我只是不想离开我生活了20几年的家，我没有坏心啊，我也只是想两全其美呀，两全其美。”妈妈用力掐住顾红雪的脖子：“要是我的曼曼真的找不到，你就去陪她，这样也是两全其美。”顾红雪瞬间慌了，她顾曼曼是个傻子，要去寻短见，我为什么要死？我是欺负她，骗了你们，但哪次你们听她解释了？把她嫁到村里，难道不是你们想的？她的话刺痛了妈妈，妈妈的手越收越紧，用力大喊：“闭嘴，不要再说了！”顾红雪被掐得直咳嗽，冷笑一声又说：“你们现在后悔给谁看？顾曼曼都死了。”听到这话，妈妈像是被卸去全部的力气，瘫坐在地上：“滚！
你给我滚出顾家！”顾红雪转身就跑，爸爸妈妈坐在地上又哭了一会儿，才互相搀扶着回家。我偷偷回到闺蜜家，但刚坐下没多久，就听说爸妈都被停职了。他们两个，一个是厂长，一个是宣传科主任，公开在外面因为家事吵架，还涉嫌逼死亲生女儿，引起了上面的注意。就连顾红雪刚到手的工作也没了。顾红雪去厂里找，还被赶了出来。不过这些都和我没关系了。我在闺蜜家又住了一晚，在第3天一早带上证明和介绍信，踏上去西北的火车。临出发前，闺蜜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：“顾红雪没了工作，去你家找你爸妈，动了刀子，现在都在医院抢救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”我倒是没想到，这曾经亲密的一家人竟然会动刀子。但我如今对他们的事已经没有兴趣，毕竟顾曼曼已经死了。我坐了很久的火车才到西北，知青办的人对我很热情，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，我们每天一起劳动，一起偷偷看书，为高考做准备。谁也不知道高考会不会恢复，但万一呢？好在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，高考真的恢复了，我们也全部如愿考上大学。我和伙伴们相约大学毕业后再回来，用我们的知识继续建设西北。我考回了顾家所在的首都，学的飞行器设计，重新踏上这个生活了3年的地方。我不禁感慨万千。如今没了知青办，闺蜜找了个文职工作，听说我考了回来，她约我见面。你走了几年不知道，当初你爸妈和顾红雪动刀子，顾红雪毁容。你爸受了重伤，在医院躺了好久呢。他和你妈的工作也没了，2个人都不上班，每天在家念叨说你肯定没死，要等你回来。顾红雪也不上班，没钱了就找你爸妈要，时不时还打架呢。如果是当初的顾曼曼，听到这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倒了霉，或许会觉得大快人心，但是如今的我只觉得内心毫无感觉。这几个名字像是上辈子的，和我距离实在太过遥远。你这次好不容易考回来，要留下吗？闺蜜问我。我摇摇头，我还要回西北的。大西北滋养了我的梦想，我的心灵在那里得到荡涤，我将永远属于大西北。闺蜜叹了一口气，既然你不想回来，我也不劝你，那你课余有时间可得经常找我玩，咱们见一天少一天的。我笑着点点头。闺蜜热情邀请我，明天过节，你来我家吃饭吧。你走没多久，我就结婚了，还有了孩子。我介绍我老公孩子给你认识啊。我还住在家属院。我惊讶过后，连忙恭喜他。第2天便买了水果，去家属院看闺蜜。没想到刚进家属院，就听到一阵喧闹。给我钱，快点儿！顾红雪正伸手找她对面的妈妈要钱。我看向顾红雪的脸，一道刀疤正好在面中，让她原本姣好的面容变得可怖。妈妈嫌弃的抬手就是一巴掌：“有钱也不给你，你哪来的脸，天天拿我们家钱出去鬼混？”但顾红雪也不甘示弱，她抓住妈妈的头发，回以一巴掌：“我跟你说过，你打我，我全都会打回来。把钱拿来！”2人扭打在一起。我无意再看，准备去闺蜜家，却听到妈妈叫了一声：“曼曼！”我只当没听到，径直走向闺蜜家。但妈妈不知道怎么挣脱顾红雪，跑到我面前，惊喜地抓住我的手：“曼曼，你回来了！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和你爸的。”顾红雪一脸嘲讽地走过来，在地上啐了一口，脸上的刀疤显得越发狰狞，哪有半点从前大家闺秀的样子？你瞎呀！她怎么可能是顾曼曼那个土包子？顾曼曼早死了，你还在做什么春秋大梦呢？妈妈的表情却发了狠：“她就是曼曼，你要是再敢害曼曼，我就真的掐死你！”顾红雪听到这话，顿时气急：“你疯了！顾曼曼死了，你现在就剩我一个女儿。”她愤恨地瞪着我。顾曼曼讨人嫌，长得像她的也这么讨人嫌。说完，她抬手就要打我，一只手伸出来架住她的胳膊，用力甩开。顾红雪摔倒在地。“住手！”我看向来人，是爸爸。几年不见，他
他苍老了许多，看到我，他一脸惊喜：“曼曼，你回来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”我这就把顾红雪赶走。他对着刚要站起来的顾红雪抬脚就是一踹，顾红雪狠狠摔出去。爸爸殷切地看着我，他再也不敢欺负你了。闺蜜恰好出来迎接我，叫了一句：“自新，怎么还在外面？”自新，爸爸愣住了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他叫你什么？我淡然一笑，我叫于自新。听起来你们死去的女儿和我长得很像，请节哀。不，爸爸爆发出一声嘶吼。你在骗我！你明明就和曼曼长得一样，怎么可能不是她？她又指向闺蜜，要不然为什么曼曼和她关系好，你和她关系也好？你就是曼曼。我表情不变，拿出我的学生证，我是清大的学生。你们真的认错人了。闺蜜也为我作证，顾叔叔、顾阿姨，自新是我工作时认识的新朋友，我也是看她和曼曼像才和她熟起来的。你们也觉得他们长得很像吧？听到这话，爸爸和妈妈摇摇欲坠，像是随时都要摔倒。爸爸颤抖着接过我的学生证。我当年不仅改了名字，还改了年龄。顾红雪又是嘲讽的一笑，听到没？人家是清大的高材生，就顾曼曼那样，她能考上清大，你们就死心吧。你闭嘴！爸爸冲着顾红雪嘶吼，但顾红雪哈哈大笑起来。你冲着我吼有什么用？你们心心念念的顾曼早就死得透透的了。爸爸和妈妈脸色越发难看，我不再理他们，走向闺蜜。闺蜜向我道歉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叔叔阿姨他们也是太难过了。”我摇摇头：“没事。”余光中我看到爸爸和妈妈彻底面如死灰。我和闺蜜家人见了面，吃完饭回到学校。在学校里，我拼命学习，整天泡在图书馆，生怕有什么知识没掌握透彻。不仅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，还在校工厂实习，掌握实践知识。就在我沉迷学习的时候，闺蜜来学校找我：“自新，对不起，我在家不小心说漏嘴，顾叔叔听到你没死的事了。”我一下愣住，竟然还是被他们知道了。我原本想上大学这几年平静度过，就悄悄回西北的，没想到最终还是要和顾家纠缠。也罢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安心学习就好。我摇摇头，没事，闺蜜帮了我许多，我没道理去怪她。爸爸和妈妈来的比我想象的要快，闺蜜刚走没多久，就有同学来叫我：“于自新，你快去大门口，你爸妈带了把刀，说要是见不到你，就捅死自己。”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们还是这么冲动。我到学校门口的时候，他们身边已经围了一圈人，保安正在劝他们，遇事不要冲动，你快把刀收起来。但爸爸挥舞着刀，神情激动：“我今天一定要见到我女儿，你们快去帮我叫我女儿，见不到她，我们夫妻俩一起死在这儿。”我拨开人群走上前：“见我过来。”爸爸立刻露出几近癫狂的笑：“曼曼，你来了。曼曼，爸爸妈妈错了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我真的不知道顾红雪一直在骗我们。”说着，他拉着妈妈就向我跑来：“你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”但他忘了手里还有刀，挥刀跑的样子吓到了周围的人。保安立刻抓住他，把他控制住。爸爸挣扎了几下，但保安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他挣脱不了。他冲着我大喊：“曼曼，我可以把家里的钱全部给你，我藏了好多钱，顾红雪都不知道。我们已经知道，当年是顾红雪亲妈把你和她调包，顾红雪亲妈被我们收拾了，现在在当乞丐要饭。他们竟然还能想到收拾那个人，那个人把我往死里打的记忆都因为太过久远，有些模糊了。”我长叹一口气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我最需要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心里眼里只有顾红雪。我被你们冤枉的时候，曾经解释过无数遍，可你们只相信顾红雪。我现在早就不在意了，再去说从前的事又有什么意义？爸爸愣住了，他难以置信地大喊：“不！”妈妈冲破人群跑到我面前，试图拉我的手，但被我甩开。她双眼含泪：“曼曼，
妈妈买了好多好多条漂亮的裙子，都好好收着，等你回去穿。你想吃什么，妈都给你做什么，保证再也不会亏待你。”看到他们的样子，我突然有些厌烦。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要是还想当顾家人，就不会假死还改名字了。你们回去吧，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我又看向保安，这2个人我不认识，以后他们如果还来，请直接报警吧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往学校里走，身后传来爸妈痛苦的哀嚎，以及一声声的谩骂，但我没有理会。声音渐远，由于学校的安保很严，再加上我的学籍资料上显示无父无母，爸和妈又来找过我几次，都没能进学校。我忙于学习和校工厂的实习，也没出过校门。由于我非常努力，得以提前结束学业，拿到毕业证。我坐上回大西北的火车，火车即将开动的时候，不知道爸妈从哪儿得知的消息，竟然带着顾红雪来找我。曼曼，你真的要离开我们，一辈子不回来？我还没说话，爸爸突然掏出一根绳子，狠狠勒在顾红雪脖子上。变故来得太快，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爸爸收紧了手里的绳子。顾红雪用力挣扎，艰难地大喊：“放开我！我错了，顾曼曼，我向你道歉，我不该陷害你。”但绳子越收越紧，顾红雪逐渐不再挣扎，她脖子一歪，竟然断气了。顾红雪死了。车站的旅客反应过来后，都惊声尖叫，开始四处逃跑。爸爸把顾红雪随手扔在一旁，手里还拿着那根绳子。他一步一步向我走来：“曼曼，你看，顾红雪死了，他再也不能欺负你了。你回家吧。”我只觉得他可怕，离开座位想躲，但他很快追上来。就在他要抓到我的时候，警察来了，爸爸被带走了。我瘫坐在座椅上，长舒一口气。现场的旅客可以作证，我全程没有说过一句话。警察又给学校打了电话，了解情况后没有把我带走。他们清理了顾红雪，火车得以开动。随着一阵阵汽笛声响起，我再次离开这片土地。我回到大西北，把毕生所学用在工作中，还等到了我曾经的伙伴们，我们一个也没少，全力投身在工作中。再次知道顾家的消息是很久以后，我设计的火箭成功发射。我作为总工程师到首都出差，工作完成后和闺蜜见了一面。闺蜜告诉我，爸爸被抓进警察局就彻底疯了，每天嘴里念叨着曼曼，但并没有影响到他判刑。他因故意杀人情节严重，造成了恐慌，被判处死刑，已经执行了。妈妈在得知他被判死刑没多久，受不了刺激，突然猝死。厂里在山上给他们找了块墓地，简单埋了。你要去看吗？我摇摇头，不必了，我还要回大西北，投入新的工作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